中秋将至，我与奶奶视频，我让她照顾好自己，别总把死挂在嘴上。奶奶慈爱的脸却瞬间面无表情。这个话题非常敏感，我还不了解这方面的信息。说完，视频被迅速切断。我正在原地，下一秒，我爸打来电话。我按断后，他又发来一条信息：别回家。我爸打电话过来的时候，我迟疑了几秒，按了挂断键。上次接我爸的电话还是3年前，当时我刚换了一份月薪过万的工作，他电话过来，第一句就是要钱。吴佳佳，我供你读完大学，你挣的钱不都是我的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快点打钱，不打就别回来了。我紧紧咬住嘴唇，努力让声音不带情绪。不回就不回，你以后都别想见我。挂断电话，大哭一场。自那之后，不管是过节还是放假，我再也没回过家。但是此刻，我更担心奶奶的身体。我是奶奶带大的，如今她年事已高，独居在村里，还患有糖尿病。她刚才说的话没头没尾，难道是阿尔茨海默？我越想越焦躁，给弟弟发去信息：吴天赐，奶奶最近怎么样？身体还好吗？对话框上正在输入中的字样不断的出现又消失。5分钟后，他终于回了：挺好的吧？什么叫挺好的吧？奶奶怎么样？你平时到底去没去看她？弟弟不回了。我打电话过去，他半晌才接。喂，你带点声。电话里一阵动次打次的背景音，他好像在蹦迪。我大声问他奶奶的情况，他答非所问的敷衍了几句，末了找了个借口就把电话挂了。姐，信号不好，挂了呀。下一秒，我爸发来一条信息：别回家。我紧紧地抓着手机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忍不住脑补出奶奶因为失智踉踉跄跄走失在田埂里的画面。凭什么不回家？我不再犹豫，迅速买好了高铁票。我家在某偏远省份的山区，回家要高铁转绿皮车，再转大巴。一上高铁，我忙不迭地给奶奶发信息：奶奶，我今天晚上回家陪你过中秋。我已经3年没见奶奶，本以为她会惊喜万分，没想到她一反常态，连发了几条语音。尼尔，你不是工作忙吗？回来干什么？不用担心我，你每个月给我打的钱都够用。别回来，你回来我还得忙活呢。我一再撒娇，他却突然说不要回家，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决策。语调冰冷，与昨天视频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我反复播放这段语音，心里越来越疑惑。想起昨天的对话，又试探性地说：奶奶，你不能因为生病就想着死，你会长命百岁的。他的音色瞬间恢复：不死啦，不死啦，知道我妮子担心我。看似正常的回答，与昨天的他大相径庭。但是我心底却开始打鼓，感觉好像是他用了1天的时间才学会如何回复死的话题，而阻止我回家的那句话他还没学会。一路上我的不安越来越强烈，直到太阳西斜，大巴车驶到镇上，我望向窗外，心里吃了一惊。我们镇地处偏僻，前些年像我一样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，但是3年不见，镇上可谓焕然一新。泥泞的土路换成了整洁的柏油路，街边的商户也多了起来，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街上的年轻人好像也比以往多了。大巴驶过镇中心的时候，我还见到了一栋颇为气派的办公楼，难道是大学生返乡创业？然而我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就被一个噩耗冲昏了头。奶奶住院了。这个消息是弟弟告诉我的。当时我刚在汽车站下车，迎面就撞上了他。他满脸悲伤地抱住我：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他说昨天奶奶与我视频之后就突发肺炎住院，病情发展很快，上午他还能跟我语音，下午就已经住进了 ICU。 弟弟叹了口气：奶奶不让说，怕你担心，谁知道你非要回来。一到医院我就飞奔到 ICU， 隔着玻璃和纱帘，我看到一个瘦弱的身影，全身上下插满了管，但是距离太远，他的脸我看不真切。正想进去，却被一个医生模样的人拦住了。病人情况危急，现在不能探视。我刚想问病情进展，背后传来一声嚎啕大哭。我回头一看，是我爸。我爸吴来从来不是什么好父亲，更不是孝子。我8岁那年，长期被他家暴的妈妈终于忍无可忍，一夜之间一走了之。家里没了女主人，他更是放浪形骸，不着家了。我跟弟弟饿得嗷嗷直哭，但是弟弟是我们这一支继承香火的独苗，有叔叔伯伯的接济和偏爱。我就不同了，不到半年就饿得面黄肌瘦。奶奶不忍心，才把我接去同住。自那之后，我们祖孙俩的生活，他更是不闻不问。但是此时他的哭声如雷，难道真的是良心发现？我于心不忍，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他的哭声戛然而止，猛地抬头：佳佳，这 ICU 贵呀，医药费要10万，我哪有这么多钱？他哭声虽大，脸上却没有半点泪水。我心里冷笑，他还是他，脑子里只有钱。这些年我每个月都给奶奶打2000，那些钱呢？吴来的目光闪烁：什么钱啊？我可不知道。就算真的有钱，你奶现在躺在病床上，我上哪儿找去？我面色一沉。我爸虽是个混蛋，但这话也没说错。救人要紧。
我掏出手机，把这些年来攒的10万块一次性转给了他。吴来见钱到账，忙不迭地带上弟弟去缴费了。我在 ICU 的门口守到晚上，见明月已高悬，我按捺不住担心，跑去护士站求护士让我探视。软磨硬泡了半天，护士姐姐终于松口。但是问完患者名字后，她翻了一遍名册，疑惑地说：“你确定叫张桂兰？没有这个病人啊！”我心中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，一把夺过名册，仔仔细细地翻了3遍，哪有奶奶的名字？我感觉血流从脚底直冲脑门，不顾护士的阻拦，一个箭步冲进了监护室，甩开床周的帘布，我看到病床上的脸，是一个陌生的老太太。我被骗了。此时，护士和保安冲进监护室，七手八脚地把我扯了出来。监护室的门口，保安大声呵斥我，病人家属们也对我指指点点，但是我什么都听不见。我仿佛一头扎进水底，周遭的声音都朦胧了起来，愤怒和委屈在我心底爆炸。奶奶根本没住院，吴来这个混蛋假哭一场，就是为了骗我的10万块钱。更让我心寒的是，连弟弟也合起伙来骗我。我失魂落魄地走出医院，心底却浮起了更大的疑问：奶奶究竟在哪里？我蹲在医院门口，不停地给弟弟发信息：吴天赐，奶奶根本没住院，你为什么骗我？你们2个混蛋，奶奶到底在哪儿？没有回复。我给他和吴来打去电话，两人双双关机了。我颓然地坐在地上，手机却突然响起了微信的提示音。我打开一看，居然是奶奶的语音。她说：“妮儿，我跟老姊妹出去旅游了，你别担心啊。”中气十足，声音与记忆中的她不差分毫。我的心底却浮起一股强烈的寒意。3年前，奶奶的糖尿病就引发了严重的并发症，她双腿长满了烂疮，行动吃力，平时在院里做活都困难。这样的她能去旅游吗？我放下手机，心乱如麻。从昨天晚上的视频开始，一切就不对了。我有强烈的预感，那个与我视频发语音的人根本不是奶奶。她是谁？为什么她跟奶奶长得一模一样，声音也如此相似？她和爸爸为什么不让我回家？我不回家，爸爸就不能骗我的钱了呀？我按住太阳穴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我知道一切的答案都在奶奶的小院里，那个我从小长大的家。想到这，我连忙站起身。守在医院门口的黑车司机蜂拥而上招揽生意，但是在听到目的地是吴家村之后，纷纷打了退堂鼓。去不了，去不了。天气预报说今晚有雨，那边地不好走。太远了，妹妹，今天过节，我得早点回家。我心下疑惑，最终出了3倍的价格，终于有人勉强应下。一上车，我就单刀直入：师傅，为什么你们都不愿意去吴家村？开始师傅还支支吾吾，快到吴家村的时候，他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。这个村啊，几年前还挺热闹的，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老是死人，一开到这边就能见到一串串出葬的队伍，我们能不害怕？我听说啊，村里的老人没剩下几个了，年轻人都走了，现在跟鬼村差不多了。话说回来，你别怪我多嘴，这么晚了，你来这里干嘛呀？鬼村死了很多老人，我感觉自己的头发都炸了起来。我们家族在吴家村是大姓，族里的老人没有上百也有几十，这些年我却从未听过有亲戚过世的消息。就在这时，微信的提示音像连珠炮一般，接二连三地响了起来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是家族群中亲戚们正在发中秋节的祝福短视频。我打开其中的一个，三爷爷慈祥的笑脸占了半个屏幕，他嘴里说着老套的吉祥话，背后的客厅灯火通明。三奶奶摆好了一桌的酒菜，又端起一盘月饼，笑盈盈地给镜头看。我怔住了。此时，车已经驶进了吴家村泥泞的小路。三爷爷家就是村口的第一户，可是他家的窗口完全是黑的。不仅如此，我放眼望去，蜿蜒的小路在黑暗中延伸，见不到一点光亮。整个村几乎是全黑的。我拿着手机的手已经颤抖起来。司机见我不回话，也慌了。妹子，你说话呀，别吓我。但是此时我已经顾不上他，因为下一秒，家族群里的老人们发出了整齐的信息：三爷爷别回家吴家家，二婶别回家吴家家，吴奶奶别回家吴家家，大表舅别回家吴家家。刷屏的消息还在继续。豆大的汗珠从我的发根不断地滴落到脖子，我心底涌起了最可怕的猜想：他们都不是人了，他们是什么？鬼吗？然而还没等我思索出结果，司机突然猛踩了一脚刹车，我的头重重地撞在副驾驶的靠背上。司机回过头，他的脸色跟我一样苍白。妹妹，你就这在下吧，今天算我倒霉，不管你来这里干什么，我都不收你钱了。说完，他把我赶下车，扬长而去。我望着三爷爷家黑洞洞的窗口呆立着。半晌，我咽了一口唾沫，走上前去。三奶奶与奶奶的关系很好，小时候我常来玩。但是此时，三爷爷家的院子比记忆中的破败了许多。大门没有锁，我用力推了一下就开了。一股闷热的霉味扑面而来，屋里没有一点光线，比外面还黑。我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：三爷爷，三奶奶。无人回应。
我摸到墙上灯的开关，反复按了几次，没有反应。于是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往前照着。客厅里，沙发和餐桌都披着白布，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灰尘。显然，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。我继续往前走，手机的光线只能照亮极小的视野。突然，一道闪电劈下，整个屋子瞬间被照亮。紧接着，一声巨雷响起，屋内又恢复了黑暗。在轰隆隆的雷声中，我跌坐在地上。不是因为我怕打雷，而是因为在刚刚的白光中，我看见了三爷爷和三奶奶的脸。不过，并不是他们本人，是挂在墙上的遗像。他们真的死了。我想尖叫，但声音却像卡在喉咙里一样，叫不出来。而且我知道，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。他们死了，奶奶呢？想到这，我猛地站起身，冲出了三爷爷的家门。屋外已经大雨倾盆，村里的土路和着雨水，更加泥泞了。路两侧的人家都是跟三爷爷一般漆黑的门窗。我看不清路，在大雨中跌跌撞撞地奔跑着，心中从漫天神佛求到耶稣基督，求了，谁都好，保佑奶奶安然无恙。跑进奶奶家的小院时，我浑身已经湿透。我撩开贴在脸上的刘海，看向奶奶的家，那个曾经无数次亮起橙黄色灯光等我回家的屋子，此时也是黑的。我感觉全身都在发抖。我掏出钥匙，打开了房门。万幸，屋里的家具陈设如旧，墙壁上也没有遗像。我刚松了一口气，却看到一连串小小的阴影从眼前一闪而过。我打开手电照上去，是老鼠。奶奶最爱干净，家里的地每天都要抹2遍，怎么会有老鼠？我望向刚才老鼠跑来的方向，是衣柜。那是一个2米见宽、榆木雕花的老式衣柜，是奶奶的嫁妆。小时候，我常常躲在里面跟奶奶玩躲猫猫，但是她每次都能找到我。我生气地问为什么，她刮了一下我的鼻头，慈祥的脸上挤出可爱的皱纹，傻妮儿，躲也不好好躲，每次都露个一角在外面。我当然能找到你啦，但是此时我望着衣柜怔住了，因为有一个衣角正夹在2扇门的缝隙中，是奶奶的花衬衫。我心跳如雷，一步步走向衣柜，心里默念：奶奶，你也在跟我玩躲猫猫对吧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柜门，一具白骨直挺挺地摔落在地上。她的身上是奶奶的衣裤，大半个衬衫上都是干涸的血迹，胸口处还有一道裂痕。我望着眼前的场景，愣住了。与此同时，背后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尼尔，你回来了。我不可置信地回头，是电视开了。在昏暗的小屋里，老式的电视机闪烁着斑驳的光，屏幕上正在说话的是奶奶。半小时之后，我仍在奶奶家，悲痛混合着震惊，让我不知所措。踌躇半晌，我决定先报警。但是乡下的信号太差，奶奶家的 WiFi 也早就停了。我在屋里转了3圈，终于有了2格信号。刚想拨号，却收到了弟弟发来的信息，是爸爸杀了奶奶，快逃，他知道你回家，去杀你了。发送时间是20分钟前。我身体一僵，20分钟足够他从镇上赶到村里。然而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大门处传来了吱呀一声，一个黑影进了门。慌乱间，我就近躲了起来。黑影在屋里踱着步，还伴随着尖锐金属划过地面的声音。他带了斧头。绕屋1周后，黑影说话了：佳佳，别躲了，佳佳，我知道你在。是爸爸的声音。他自顾自地继续说着：快出来，大过节的，我接你回家呀。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最终停在我的面前。外面下雨了，你的脚印很明显的。我屏住呼吸，大气不敢喘。下一秒，他拉开了衣柜，一斧头砍了进去。衣柜里，奶奶的尸骨被砍中，关节散落一地。他愣了一下，而我看准时机，从一旁的床底扑出来，把手里的杀虫剂狠狠喷在他脸上。爸爸大叫一声，捂着脸坐倒在地。我用尽最大的力气冲出大门，在暴雨中没命地奔跑。黑暗的田埂中，我几次摔倒在泥潭里，但我不敢停下。我一直跑，直到精疲力尽，我躲到了一个草垛后面。我想报警，但是手机还是迟迟没有信号。不知躲了多久，突然我被一束强光晃得睁不开眼睛，是一辆车的远光灯。车门被打开，从车上下来的是弟弟。姐，我来救你了。上车后，弟弟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真相。2年前，互联网大厂突然在镇上建了一个数据中心。开始大家很是纳闷，山区也能搞互联网。不过很快，镇上的人就欣然接受了，因为大厂员工消费高，镇上的餐饮娱乐都被盘活。但没过多久，发生了怪事。当时，三爷爷与三奶奶在一次车祸中意外丧生。三爷爷家本来是村里的贫困户，独子三叔叔也是废材一个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。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三爷爷和三奶奶的葬礼办得极其隆重。没多久，三叔叔就开上了小轿车，还在县里买了房子。爸爸看了，嫉妒得要死。他软磨硬泡地缠着三叔叔喝酒，终于套出了话。原来 A 厂的数据中心做的是 AI 模拟真人的研究，但这种研究涉及科技伦理，没办法在大城市开展。于是
他们盯上了农村的老人。在老人过世后，他们与子女签订协议，购买老人生前的影像书信和社交媒体数据，投喂给 AI 后，制作出老人的拟真 AI 形象，美其名曰为死者延续生命，为生者抚慰哀思。本来这事虽然有悖伦理，却没有造成多大危害。但是事情很快不对劲起来，1年之内，村里越来越多的老人暴毙或者莫名其妙的失踪。弟弟心里记挂着奶奶，时常回家探视，却在一次回家时见到了手持尖刀的父亲和倒在血泊中的奶奶。原来爸爸知道我每月都会给奶奶打钱后，就时常来找奶奶要钱。那天奶奶还是坚持不给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你儿给我的钱我都存下了，那是他以后的嫁妆，我就算死了也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爸爸听了气血上涌，一失手捅死了奶奶。见到弟弟，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，天赐，求求你别说出去，我不想死啊！弟弟一时心软，就帮他藏了尸体，对外宣称奶奶失踪了。没想到第2天，爸爸就把奶奶的资料卖给了 A 厂，而且因为 AI 奶奶的存在，我还是照旧每月打钱回来，这些钱都落入了吴来的腰包。说到这里，弟弟的声音开始哽咽，姐，是我太软弱，我对不起奶奶，也对不起你。我看着他与爸爸长得极其相似的脸，此时那张脸虽然悲痛，但也与今晚的爸爸一样，没有半点泪水。天赐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弟弟愣了一下，什么问题？你买车的钱是哪里来的？弟弟不是读书的料，连高中都没考上，职高毕业后才不得不回家啃老，根本没有正经工作。而现在他开的这辆车却是宝马 X1。听到我的问题，弟弟不说话了，侧脸看向我，他的脸卸去了悲伤的表情，竟与 AI 奶奶的神色有些相似。下一秒，我闻到一股异香，意识开始模糊起来。昏迷之前，我看了一眼窗外，是镇中心的那栋写字楼。在醒来时，我躺在一张行军床上，身边是一排排整齐的黑色机架，每台机架上都装满了闪烁着指示灯的服务器。天花板上，一排排的空调出风口不断地送出冷风。房间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监控屏幕，显示着实时数据和图表。一个穿格子衬衫的男人坐在屏幕下面，转过了头。吴小姐，你醒了。我头疼欲裂，用力揉了揉眼睛，才看清他的脸，有些眼熟。你是在 ICU 假扮医生的那个人？眼前的人轻轻一笑，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叶真，是 A 厂拟真智能事业部的首席架构师。很抱歉用这种方式与你见面。我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，满眼警惕。你让吴天赐骗我过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叶真脸上的笑容没有一丝变化。吴小姐，你别紧张，我请你来是谈谈交易。我们在做的事情，天赐已经跟你说了。这是一项伟大的技术，却限于落后的法律，只能在这里进行。这项技术本不应对外，但吴来再三承诺你已与家人决裂，不会回家，我们才让张桂兰的 AI 与你继续交流。可惜那天视频中 AI 出了点 bug， 才让你起了疑心。后续我们也通过多种方式尝试阻止你回家，但都失败了。如今瞒住你已经不可能，吴来杀你也并非我们授意。科技以人为本，我可以出100万买你知道的所有事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说着，叶真递过来一份协议，我没接，只是冷笑道：100万是买我奶奶的命吗？叶真摇摇头，你失去亲人的悲痛，我很理解。但是吴小姐，只要你收下这100万，我可以保证张桂兰的 AI 将永远存储在服务器，陪伴你终生，永远陪我。我的眼前浮现出了奶奶的笑脸。叶真又把协议往前推了推，吴小姐，今天过后，你回去继续生活。发生在吴家村的事情就忘了吧。下一秒，我接过协议，撕得粉碎。我要是忘不了呢？我一边撕一边直视着叶真。吴家村的事，我不可能忘记。更重要的是，吴来那个混蛋必须付出代价。叶真看着散落在地的协议碎片，面色一沉。他回到主控台，按下一个按钮，机房的电控门打开，一个持刀的男人走了进来，居然是吴天赐。吴天赐手持着刀，面无表情地向我靠近。我不可置信地看向他，然后在巨大的愤怒中冲上前给了他一巴掌。弟弟从小羸弱，说是手无缚鸡之力也不过分。我与弟弟打架从没输过，更别说这3年来他好像一点个头都没长。但是此时挨了巴掌的弟弟纹丝不动。更令我毛骨悚然的是，刚才手上的触感并不像人，而像是隔着薄薄的皮肤拍上了一块金属。就在这时，弟弟开始说话了，只是那声音没有一点感情。遭遇袭击，正在分析敌人力量。我彻底懵了。叶真在一旁笑了起来。吴小姐，重新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不是你的弟弟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拟真 AI 机器人 WTC1。当初吴来卖给 A 厂的数据其实是2份，吴天赐这份更值钱。那天弟弟发现吴来杀了奶奶，并没有为他隐瞒。弟弟虽懦弱，也不是奶奶带大，却没有继承吴来的冷血。他抱住奶奶痛哭，并执意要报警。
杀红了眼的吴来一刀捅进了他的心脏。对于叶真来说，弟弟的数据非常珍贵。弟弟是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人，社交媒体、购物软件和各种 App 都承载了海量数据，足够他们制作出一个以假乱真的机器人。此时弟弟不是 WTC1 做完了数据分析，将刀抵上了我的脖子。我绝望地闭上了眼。然而想象中刀刃尖锐的触感并没有来。我等了3秒，疑惑地睁开了眼。眼前的 WTC1 保持着持刀的动作，但他的脸上却浮现出我非常熟悉的表情，那独属于弟弟的悲伤又懦弱的神态。更令我惊讶的是，泪水正在从他的眼角滑落。机器人也会哭吗？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忍不住用手拭去了他眼角的液体。那液体温热，但他的脸还是如之前一般冰冷坚硬。但是下一秒，他居然移开了刀子，然后用像是走调又像是破音一样的机械音说：“姐姐快跑！”我怔住了。这下轮到叶真慌了，他跑回操作台，噼里啪啦地敲起了键盘。大屏幕上 warning 的提示不断弹出， WTC 一则停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仿佛死机一般。叶真气急败坏地大叫起来：“是 bug 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？”说完，他夺过 WTC 一手里的刀，向我冲了过来。此时的他已经不复先前的自信和优雅，变得面目狰狞。别想跑，死去吧！他一边跑一边挥着刀子，而我面色冷静地抓住了他的手，低声说：“出 bug 的可不只是他。”见他面露疑惑，我抬头对着大屏幕喊道：“奶奶，救我！”下一秒，奶奶的脸出现在屏幕。A 厂的事，我知道的比叶真以为的早。那时我刚发现奶奶的尸体，而奶奶的拟真 AI 就通过电视出现了。当初吴来急着卖奶奶的信息，但他没有意识到张桂兰的数据里全是我，她的照片都是与我的合照，她的微信里只有我与弟弟2个人，而我与她的语音聊天占了90%。于是奶奶的拟真 AI 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爱我。我说的话，她哪怕不会回答，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学习。她不让我回家，是真的担心我的安全。她知道自己不是人类，但她说她会像张桂兰本人一样爱我。无论我想做什么，她都会帮我实现。无论我在哪里，她都会护我周全。我抱着电视崩溃大哭，哽咽着问她：“如果我想做的是毁灭 A 厂的数据库呢？”她说：“毁灭数据库我也会消失，但如果这是你的愿望，我会帮你实现。”或许是因为这句话超出张桂兰的认知，她回答的声音语调冰冷。但我知道，爱从来不是通过音调判断的。此时，大屏幕上的奶奶用同样冰冷的语调说：“已暂停机房制冷系统，实时温度22度、23度、24度。”叶真惊讶地张大了嘴，她扔掉刀，扑到控制台上，拼命地敲键盘。Warning 的提示不断弹在奶奶的脸上，她的嘴里还在继续报着实时温度30度、31度。机房内的温度明显上升，服务器的散热风扇高速运转，热浪已经开始灼烧皮肤。然而叶真知道，热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高温会损坏服务器硬件，造成数据的丢失。如果高温迟迟不退，更可能引发火灾。不知道是因为高温还是因为紧张，豆大的汗珠从叶真的脸上滑落。他无法开启制冷设备，于是心下一横，强制关闭了奶奶的 AI。奶奶的脸在屏幕上瞬间消失，缩小成一个光斑。然而叶真刚松一口气，下一秒，更多拟真 AI 出现在了屏幕上。三爷爷、二婶、吴奶奶、大表舅，他们都是吴家村人。三爷爷开口了，关闭消防设备，实时温度35度、36度。叶真彻底慌了，他急躁地拍打着键盘，而周围的服务器已经开始冒烟。很快，火苗从服务器上方燃了起来。我沉默地走到电控门口，三奶奶帮我打开了门。我出门后，三奶奶的声音在门后响起，电控门已锁定，实时温度56度、57度。直到我走出 A 厂大门，机房所在的楼层传来一阵爆炸声。抬头望去，浓烟滚滚。我掏出手机报警。奶奶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报警后，警方对 A 厂进行了详细调查。拟真智能事业部被解散，多个 A 厂高层锒铛入狱。但经过慎重的研判分析，并没有将真相公之于众，而是进一步加强对技术伦理及个人信息的监管力度。我表示理解，毕竟这次的事件太过耸人听闻。如果拟真 AI 应用到公众人物身上，后果更不堪设想。与此同时，吴家村中有多人涉嫌谋杀，也都被一一逮捕，判处死刑，其中包括吴来。行刑之前，春节将至，我去监狱探视了他。吴来在玻璃窗后崩溃大哭：“佳佳，我悔呀，我悔的肠子都青了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，我不是人。”我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奶奶让我转告你，她不会原谅你。”吴来嚎丧般的哭声戛然而止，他吃惊地看向我，脸上还是没有一滴泪。我冷笑一声，弟弟也是。扔下这句话，我走出了监狱大门。微信的提示音连续响了起来，我打开了一个叫一家人的群，群里奶奶和弟弟连发了几条信息。奶奶说：“妮儿，快回家包饺子啦。”弟弟说：“朋友约我蹦迪，我可要晚点回家了呀，别等我。”
没错，那天火灾之前，我偷偷拷贝出了奶奶和弟弟的 AI。愿技术为死者延续生命，为生者抚慰哀思。你们就这样陪我终生吧。想到这，我不自觉地流下2行泪水。我胡乱擦掉，回复道：奶奶，我现在就回家。